撒谎的是师公，叶夫人为何这么说？此时的林婉儿脸上满是惊奇与不解。安承熙问林婉儿，前辈可知孟长生其人的生平？譬如他生于何年，卒于何年？林婉儿脱口道，师公他老人家生于大唐麟德元年的长安城，也就是公元664年，卒于1663年，也就是满清的康熙2年，刚刚好1000年。安承熙摇头说道，晚辈让人在长安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，因为孟长生曾高中进士，又曾入朝为官，所以一些正史古籍都有记载。根据正史记载，孟长生确实是生于麟德元年没错，但是这与那位道长所说的情况又存在悖论。于是晚辈就请了一些摸金校尉，去唐代的吴姓家族古墓中寻找线索。经过1年多的寻找，一直到前辈和陈儿去10万大山之前，才找到一份1000多年前吴氏家族的文书记录。那上面记载，当时的吴家第16世孙，姓孟名生，字长明，生于大唐乾丰2年，也就是公元667年，姓对，名对，字对。晚辈相信这个孟生就是孟长生。林婉儿瞪大眼睛，表情也不再淡定，脱口问，叶夫人的意思是师公改过生辰，故意把自己的年纪改大了3岁？对，安承熙点头说道，以晚辈查到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是这样。林婉儿皱紧眉头，可是这没道理啊。小女子曾与公子聊过，公子曾机缘巧合遇到一位老者，而那老者的先祖便是师公修炼之初收过的一位姜姓士童。连那老者都说师公生于麟德元年，想来师公那时还不足100岁，不可能这么早就开始布局1000年以后的事情吧。况且唐朝一些读书人为了能考童子科，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贿赂考官改小年龄，有些当了官的为了延迟退休，也会把年龄改小，但从未听说谁会把年龄改大的。安承熙微笑道，孟长生为什么对外说自己生于麟德元年？晚辈从其他记录上倒是分析出了一点线索，前辈可以听听晚辈的分析有没有道理。林婉儿点点头，认真道，小女子洗耳恭听。安承熙说，晚辈先是分析人性，孟长生原名孟生，字长明，后来修道之后改名孟长生，自号长生居士。这就好像一个做生意的人，原来叫孟生，后来改名叫孟发财，只不过长生2字听起来更具缥缈感，所以显得不那么俗，但实际上它的底层逻辑与孟发财、孟当官这样的名字一般无二。晚辈觉得，这种能将心底所想改成自己名字的人，内心的欲望一定非常强烈，绝不是那种无欲无求的人。林婉儿赞同地说，叶夫人分析的确实很有道理。安承熙继续说，孟长生高中进士，入朝为官的时候，当时的皇帝还是高宗李治。唐高宗一生换了14个年号，他老婆武则天后来登基之后，一生换了17个年号。至于唐高祖和唐太宗都只用了1个年号，其他皇帝也大都是1到2个年号。高宗和武后夫妻2人都频繁更换年号，据说是因为2人都笃信道法自然、易经风水，每个年号对他来说都有特殊的意义，很可能是频繁用易经八卦占卜测算。说着，他又道，孟长生乾丰元年的生辰八字，晚辈找人算过，对他个人而言，官运仕途并不算好，对江山社稷而言，也起不到什么太大作用。以他的生辰八字，再加上高宗笃信道教和易经的背景，他不会有什么发展前景。顿了顿，安承熙继续说，至于他留在正史里那个麟德元年的八字，晚辈也找人算过，若是按那个八字去算，是绝对的顶级官运，对江山社稷而言，也是一个能扶大厦于将倾的旷世奇才。孟长生修道时拼尽一切求长生，做官时必然也会拼尽一切向上爬，改自己的生辰八字，为将来官路亨通做准备。这种事他一定做得出来。林婉儿听得后背发凉，她脸色惨白的喃喃道，
如果真是这样，那1663年的时候，师公其实才997岁，距离寿终正寝还有3年。家父和吴飞燕遵照他的遗愿为他办了身后事，想来应该是假死。没错，安承熙道，孟长生不会让前辈您的。父亲和吴飞燕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以及一切布局，提前假死，骗过2个徒弟，给自己预备3年时间来筹备能让他在死前冰解的血湖地狱，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说罢，安承熙又道，晚辈还查阅了10万大山周边的县制，1664到1666年这2年间，当地都遭遇罕见天灾，大批流民背井离乡成为流民，人数至少有数万之巨。林婉儿看着他，喃喃问道，这些人该不会都被师公所害吧？安承熙摇头道，这一点晚辈没有直接证据，但按那位前辈所说，布下血湖地狱的阵法必须要有大量鲜血与冤魂献祭，而且晚辈查阅了10万大山外围，方圆几百上千里几乎所有的县制，在同一时期以及那之后的1-2年内，没有哪个地方有过接收大批流民的记载，而且也没有当地匪患忽然严重的记载。几万流民没去其他城镇，也没落草为寇，那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呢？林婉儿听到这里，浑身忍不住剧烈颤抖起来，眼眶也很快被泪水充斥。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安承熙说的这些前后联系起来，就足以证明一切。父亲敬重无比的孟长生，其实早在追逐长生的道路上失去了人性，用几万人的性命打造一个地狱般的阵法，只为让他能够在其中冰解，避免元神俱灭。这种手段简直残忍至极。他用衣袖拭去泪水，哽咽着说，师公，哦，不对，是孟长生，他杀了这么多人，筹备这一切就是想让这世间能够出现一个生龙命格的人，然后再将其引诱到10万大山的血湖地狱里夺舍，然后借生龙命格的肉身重生，这一步步运筹帷幄，布局跨越几百上千年，只为他一人长生。这与妖魔有什么区别？安承熙感叹，便是神话与民俗故事中的妖魔，也含有如此大恶之人。林婉儿又问，对了，叶夫人，孟长生既然必须在血湖地狱中冰解，那是否意味着他永远也离不开那个血湖地狱？对，安承熙点头说，他本是不该存在的，只有待在他的血湖地狱之中，才能瞒过天道。若是他离开血湖地狱，必将被天雷击碎成齑粉。但是若他还在血湖地狱之中，便是那血湖地狱里唯一的神。先前那道长说，血湖地狱几万冤魂早已被他炼化成了法器，有如此强大的法器加持，任谁到了哪里都很难是他的对手。林婉儿稍稍松了口气，道，这也就意味着，只要公子永远不去10万大山，永远不到他的主场，他就永远奈何不了公子，因为他没办法离开他的血湖地狱，对吗？安承熙沉吟道，理论上确实如此，但晚辈总觉得似乎一切又没那么简单。